这青山道人不把七叔放在眼里，做出许多恶事却不知悔改，惹怒了七叔，要上前与之一较高低。这七叔挥舞桃木剑，拉开架势，刺向了青山道人。这青山道人也不惧怕，把怀里的拂尘用力地向七叔一挥，拂尘中浮现出一阵阵的烟雾来。青山道人趁机寸去了身形。这七叔不知道烟雾是否有毒，掩住了口鼻，向后退了几步。竟然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带着烟雾散去青山道人已经不知道去向了。他把小江带走了。七叔师徒走进了屋子里寻找小江，可小江也一并不知道去向了。哎呀，还有没染尽的锁魂香吗？拿出来点上。七叔让马四海拿出之前没染尽的锁魂香。我操他妈的，马四海真他妈的帅了！咱以后后来他怎么变成马疯子了？大哥，他怎么变成马疯子那样子了？真无语。感谢东华帝君，谢谢帝君的关注。七叔让马四海拿出之前没染尽的锁魂香，点燃了。寻香查找小江的下落。牛爷爷，我劝你对你小孙女好一点，注意点。这是颜值主播吗？这是有颜值的才艺主播宝宝，这是有颜值的才艺主播宝贝。听美女讲故事了，好嘞，您坐好。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子宝宝。感谢东华帝君送出的小星星，谢谢您的闪耀。饿了，说实话饿了。等会儿喝个水。哎呀，我操，这个黄水真难喝呀！连续剧宝贝，连续剧，这是一个完整的连续剧宝宝。七叔让马四海拿出之前没染尽的锁魂香，点燃了，寻香查找这小江的下落。感谢爷爷。好吧，爷爷你说吧，爷爷没事儿。爷爷你是长辈，你说吧，你说啥都是对的，爷爷。都对我爷尊重点啊！马四海麻溜地点燃了锁魂香，就见香烟缭绕着飘向了一个木柜的缝隙中。欢迎亲亲。师傅，这柜子后头有玄机啊！马四海看出那木柜子后边有些许的古怪，他走到这柜子前用手推了推，可以的，那柜子竟然活动了，在马四海的推动下滑向了另一边。师傅，这里有一个洞。师傅，这里有一个洞。在木柜后头出现一个半人高的门洞，里边黑咕隆咚的，也不知道通向了哪里。这老头是老鼠吗？怎么一个洞接着一个洞的？师徒二人探身进了密室，里边竟然是一条幽深的山洞。师傅，你看！师徒二人夹着小心走了10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在山洞的尽头有一个广阔的空间，这地上有一个方正的深坑，里边满是浑浊的黑水。师傅，这池子里泡的是啥东西啊？马四海往前迈了几步，看着一池的黑水，不知道藏着什么玄机。离近了这池子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二位来得好慢青山道人在池子对面摆了一张供桌，
小江站立在一旁，他看七叔追赶到此，话带嘲讽的出言挑衅着：“刚就打了眼下，打扰美女讲故事。”恭候二位多时了。周大人，把小江还过来！马四海那个气呀，挥舞着拳头想要上前把小江给夺回来，教训一下青山道人，被七叔伸手给拦住了。他没有上单，怕是要招什么东西出来呀。这七叔看着青山道人的架势是早有准备，为的就是把他们师徒二人诱到此地。笑话，这小江是我喂养多年，几时成了你的了？你们两个小辈屡屡坏我好事，今儿就在这结束你们，免除了后患。这青山道人拿起桌子上的一把桃木剑，咬牙切齿地说：“七叔师徒几次坏了他的好事，要对七叔师徒下杀手。”说完之后呀，挥动着木剑在桌子上抓了一把黄符，口中念念有词：“冥府投右。”撒向了空中，口口是念念有词。那些黄符飘飘洒洒的落入到水池中，饮血为饮。青山道人面露怒容，木剑挥舞，手指插卷儿，念动着咒语：“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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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原本站在身旁一动不动的小江啊，忽然两眼通红的缓缓的迈步走向了水池。这道士是干嘛呢？想让小江跳下去吗？马四海看得着急啊，不知道青山道人要把小江怎样。我看不像呢，怕是要以小江为引，唤出池子里的东西。我先踢翻他的法坛。马四海一脸的懵逼，这七叔却是看出了端倪。青山道人要以这太阴之身的小江为引，唤醒池子里的东西。马四海是沉不住气啊，推开七叔，向青山道人就奔了过去。这青山道人带小江走到池边，挥舞着木剑在小江手腕处划了一道。虽然是木剑呐，却被青山道人注入了法力，也是锋利无比。只一下子，小江的手腕就被割开一道口子，鲜血瞬间就滴了出来，滴滴答答的就滴在了这池子里。随着小江的血液滴在池子中，这池子呀也是发起了变化了。这池中原本平静的黑水如同开了锅一样，咕噜噜的往外冒着泡。紧接着池底有一个人形的东西慢慢的浮了上来。这倒是在池子里养了什么呀？这是。随着人形不断的上浮，七叔师徒感到一阵阴风从脚底下升了起来，心知呀，这池中之物绝非小可。去！青山道人手舞足蹈，挥舞着木剑，看上去耗费了极大的心神。他剑指池水，大喝了一声：“起！”这池水啊，突然之间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荡，荡起来水花来。这池子里的人形也随之浮了上来。是狮王！七叔一见大惊失色呀，池水之中他曾经见过，是石中之王。
随着青山道人不停地挥舞着木剑，念动着咒语，狮王浮上水面，他面容枯槁，生有尖牙利齿。在青山道人的召唤下，这狮王是脱离水面，浮到了半空之中，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七叔师徒二人，嘴巴咧得老大，随时准备扑咬下来。师傅，该出下血，收了他！马四海一见这又是僵尸啊，这想起之前的行尸，不等七叔吩咐，一狠心咬破了手指，递到了这七叔面前，让七叔以他的纯阳之血降服僵尸。不行啊，这是青山道人用尸水是僵尸炼成的三一式，纯阳血不管用的呀。却不成想，那狮王乃这青山道人用石、行尸、水尸、僵尸炼制而成的，纯阳之血已经奈何不了他了。不管用，不早说呀，好农夫呀！马四海一听，这好不气馁，难得自己积极了这么一回，这感情全浪费了呀，忙把手指伸到嘴里把血吸了回去。这七叔瞅着这马四海那样啊，竟然不知道说啥是好了。把他们给我撕成碎片喽！青山道人挥舞着木剑向七叔师徒一指，命令的狮王把七叔师徒撕成碎片。这狮王受令，咧着大嘴咆哮着就冲向了七叔师徒了。哎呀，他没生气后，有镇尸符应该可以对付，动作快点！知道了。七叔不敢大意，手持桃木剑摆开了一个架势，让马四海用镇尸符来对付狮王。呀，闪开！马四海应了一声，低头在包子里拿着镇尸符。狮王是来势凶猛，一爪就抓向了马四海。这七叔是眼疾手快，猛地推开了马四海。呀，师傅！马四海没有防备，被七叔这一推啊，重重地撞在了石壁上，撞他一皱眉，眼看着七叔那边，不由得大喊了一声。这七叔推开了马四海不假，自己却躲闪不及，被狮王的利爪抓破了手臂了。这狮王一招得手，反手又是一爪，只抓着七叔的心口。七叔往后一侧身，举起桃木剑挡住了这一爪。马四海趁着狮王和七叔斗在一起，又掏出了镇尸符，窜到狮王的背后了。到了这会儿，马四海也不敢含糊，瞅准时机，把镇尸符贴在了狮王的脑门上。定！这狮王被马四海牵引着，被马四海一招得手，镇尸符不偏不倚地贴在了狮王的脑门上。师傅，你没事吧？凶猛的狮王被灵符镇住，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没有了动作。马四海跑到七叔跟前查看他的伤势。哎呀，皮外伤不碍事，及时处理，不会有什么后患的。王八蛋，看我一把火烧了你这跛脚尸啊！七叔的衣袖被抓了一个口子，手臂被抓出了血，看得马四海心痛不已，怒冲冲地奔着狮王就过去了。你这烂不动的玩意儿！马四海咒骂着走到了狮王的跟前。敢抓我师傅，今天看我不用天雷符扎了你的嘴巴！手指着狮王一通的臭骂，要拿天雷弹对付狮王。放哪儿了？应该还有几个的呀。可把手探进兜里却没有摸到天雷弹，应该是对付水狮的时候用完了。以为狮王这么好对付吗？让你们知道狮王的厉害。马四海正低头翻找，
青山道人看不下去了，扬言要让七叔师徒知道狮王的厉害。听我号令，速速起身！画壁在法坛的碗里抓了一把米，用力地撒向了口中，手中一卷儿，还找到了！马斯还好不容易在兜里翻出了几枚天雷弹，却并没有发现狮王额头上的镇尸符已经燃烧了起来。只是片刻的功夫，灵符便燃尽了。谢谢强强，这狮王身躯一震，又能活动了。小心！七叔站在马四海的身后，把狮王的变化看得清楚，提醒马四海要小心。马四海扭头一瞅，也是吃惊不小啊！欢迎收听《末代天师》第8话《狮王下》。这狮王没有了镇尸符的束缚，咆哮着就咬向了马四海。马四海想躲避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能伸出手臂抵挡狮王的下巴，才没有被咬中。这七叔闪到狮王身后，使出了束尸术，用手臂勒住狮王的脖颈，另一只手抓住狮王的天灵盖，止住了狮王的攻势了。还愣着干嘛？到石边发一个大一点的镇尸符呀！马四海看吃书是制止了狮王上前帮忙，这七叔却叫他到石壁上画一个大一点的镇尸符来。马四海一步窜到石壁下，找了处平坦的地方。师傅，用什么画符呀？用你的纯阳之血呀！他这才想起来手里没笔没朱砂呀，就拿什么来画符呢？七叔在狮王的身后叫嚷着：“又要我的血啊！”马四海一听，怎么又得用自己的血呀？可事态紧急，不下狠心也不行啊！迟疑了一下子，用力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可等手指见血了，才想起来自己刚见狮王的时候，不是咬过另外的一只手了吗？所幸2个手指都在往外渗血，马四海这个心痛啊！索性2个手臂这左右开弓，在石壁上画起来符来了。这石壁粗糙，每画一下子都痛得马四海呲牙咧嘴的。再看另一边呢，这七叔被狮王重重的甩了出去，一落地顺势操起了木剑了。这狮王是越战越狂，攻势也是越来越凶猛。这七叔左闪右避，不敢与之硬扛，与之硬碰啊！这七叔躲过了狮王的几次扑咬，闪到了狮王的身后来。灵符不煞，无坚不摧。瞅准时机，手指掐诀儿，在空中画了一道破煞符，将这符力注入到了木剑之中。这狮王一反身，如锥的食指向着七叔猛扎了过来。七叔运足了力道，挺剑迎了上去。这一剑正中这狮王的胸口，发出金属碰撞的铮铮之声。注入破煞符力的木剑竟然未伤狮王分毫呀！七叔是运足了力道，几次挺剑前刺都是无法伤狮王半分，一时之间一人一狮呈现在相持之势。狮王虽无心智，全凭青山道人操控，目标便是七叔师徒的性命。
这狮王被木剑抵住，进不了七叔的身，只能纵身前跃，逼得七叔连连的后退。这七叔没料到呀，这青山道人炼制的三阴狮王还未成气候，竟然如此难以对付。这鬓角的额头开始生汗了。而狮王在青山道人的一再催动下，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声，随后便又增加了几分力道。这七叔持剑的双臂略显酸麻，眼瞅着就要顶不住了。这狮王身如金刚，奋力前扑，抵在胸口的木剑连连发出破裂的声音。破！七叔眼瞅着木剑损坏，掐了一个千斤卷抵在了木剑的剑柄上，猛地发力，这一下果然奏效了。破碎的木剑在狮王身上破体而出了。一招得手，七叔是纵身后退过去，生怕被尸毒所伤。这狮王被木剑贯穿而出，从伤口处噗噗的往外冒着黑气。随着尸气外泄狮王力气顿减，变成了寻常的僵尸。七叔喘着粗气儿，见时机成熟，从袖中掏出了拴有铜钱的墨斗线。这青山道人伏于法坛之上，大汗淋漓。狮王受他所控，同样的，他也要承受狮王带来的损伤。这青山道人是气急败坏原以为七叔不过是一个乡野间的一个普通阴阳先生，却不成想竟有如此雄伟。可是到如今也没有退路了，唯有拼死一搏。想到这里，青山道人咬破了手指，将血抹于手中的木剑之上，以增强法力，再次挥舞木剑操纵了狮王。狮王虽然卸去一身阴气，没有铜皮铁骨，但仍是僵尸。听到青山道人的命令，伸出利指，纵身扑向了七叔。七叔挥动着墨斗线就迎了上去。此时的狮王已不足为惧，这七叔是胜券在握了。这狮王来势虽然凶猛，却略显僵硬。七叔侧步凝身，躲开了攻势，甩出了铜钱。铜钱带着墨斗线缠绕在狮王的脖子上。七叔使出了一招魁星背狮，将狮王背于身后了。不等狮王做成反应，双臂用力前伸，扑哧一声将狮王的头切掉了。狮王的头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青山道人的法坛之前了。狮王受损，青山道人感同身受，极其虚弱的用木剑撑着伏在了法坛之上。喉咙里面咕嘟了几声，一口血喷了出来。马四海手指划得血肉模糊，画上了灵符的最后一笔。师傅，灵符画好了。大功告成，转身冲着七叔叫嚷着符画好了。师傅，你没事吧？师傅。可往七叔那一看怎么狮王的头不见了，而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身子，还在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的抓挠着。我没事，这狮王已经被我摆平了。
马四海跑到七叔眼前询问详情，感情他注入画符忘我的境界，都没察觉到战况呢。师傅，你也太快了，干嘛不留给我呀？你看我画符俩手都破了。哼，只能怪你学艺不精，画个符要这么久，我差点就被撕碎了。这七叔说这狮王危机解除了，不由得为自己磨破的2个手指开始拧不平了。用手指在石壁上画符很疼哎，当然慢了。这七叔并没有理会他，迈步走向了青山道人。哼，老子的血可不能白流。马四海看了看这磨破的手指，又看了看狮王，气愤难平。石壁上的符不能白画呀，纵身跃起，这双脚齐飞，把狮王踹向了石壁上的灵符。呀！这一脚是极为的用力，这狮王如一截枯木般撞向了石壁。这七叔走向青山道人，打算做个了结，可刚走没几步呀，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爆破的声音，紧接着有一些恶心的肉溅到了他的身上。师傅，狮王怎么会炸了呢？马四海满身误会的跑了过来，问七叔：“这狮王撞在灵符上，咋会炸了呀？”你画的啥符呀？烈士符呀。七叔看了一眼石壁上血肉模糊的狮王，问马四海画的是法符。这马四海说呀：“是烈士符。”我让你发的是真师符，嗨，真是成事不足呀。七叔叹了一口气儿，这不着调的徒弟啊，明明让他画个真师傅，却费尽心力画了个烈士傅，把这狮王给炸了。呵，便宜当了。这七叔本想和这青山道人算一算账，可往这法坛上一瞅啊，脸色就是一变。这青山道人已经伏在法坛之上气绝身亡了，应该是狮王炸裂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反噬。小将，他没事，只是解除了束缚，昏睡过去了。马四海对这青山道人的死并不在意，快步走到法坛边，抱起来躺在地上的小江，担心小江有不测。这七叔说呀，青山道人死了，小江也就不受控制了，只是昏睡了过去而已。哎呀，别看了，师傅，让他烂在这儿吧，作恶多端的。马四海把小江扛在了肩上，督促着七叔快些离开，回去啊，好唤醒小江。哎呀，这同为倒霉咒人，他虽误入歧途，也不至于暴尸荒野，给他收个尸吧。那好吧，师傅，你保一下老江，我把这周道士给埋了。七叔却不忍心看着青山道人死无葬身之地，要给青山道人收尸。马四海知道呀，这师傅是个菩萨心肠，把小江交给了七叔，要动手给青山道人收尸。丑道士死了还这么沉，还要我给你收尸？马四海把青山道人拖到这山洞的一角，嘴里嘟嘟囔囔的。在拖动中啊，青山道人怀里掉落下了一本古书。马四海俯身捡了起来，翻动了几页，都是些使神唤鬼的法门，想来呀，是青山道人修炼的邪法秘籍了。这本书啊，算是你给我的答谢了啊。马四海把书收到包里，据为己有，用石头给青山道人垒了一个坟。搞定了，师傅，我们可以回家了。全都弄完了，招呼着七叔快些回家了。师傅，你就不能帮我背一会儿吗？马四海背着小江跟在七叔后面往家里走，一路上哼哼唧唧的，央求着七叔帮他背一会儿。这也是一种锻炼，
别吭吭唧唧的了。哎呀，师傅，我手指头破了，你帮我背会儿呗。七叔呀，却并不理会他。哎呀，快走吧，你今天画错了符，回去练上100遍。这七叔不但不肯帮忙，还要罚马四海把写错的镇师傅给写100遍。老爹。